拉萨舰于去年3月2号正式加入中国海军序列，不到1年的时间就已经形成战斗力。这不仅体现我国高超的造舰水平，也是海军部队高水准的实战实训取得的成果。05型导弹驱逐舰满载排水量达到约1.2万吨，可执行防空反导、反潜、反舰、对陆攻击等多样化的任务，被普遍认为是目前亚洲综合作战能力最强的驱逐舰，是航母编队最强的带刀侍卫。从之前公开的画面可以看到，05上垂直发射单元有112个，使用的是一款通用的大口径垂直发射装置，并且实现了冷热共架发射，可以根据需要任意装载多种尺寸、多种用途以及冷热2种发射方式的导弹，能够按照任务的不同，灵活选择弹药配载方式，实现攻防兼备。若将05编入航母编队中，它还能够作为防空指挥舰，为航空母舰分担很大的指挥压力。比如在防空作战时，可以及时接收其他舰只和飞机发来的信息，并且迅速告知其他舰机该去哪里和该干什么，充当编队中最强大脑的角色。而在东海某海域，由海军荆州舰、杭州舰、宁波舰、舟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展开了一场高强度多克姆实弹射击演练。在南海某海域，海军某基地则组织了广陵舰、铜陵舰，展开舰艇海上全训合格考核，全面检验指挥员指挥能力和舰艇整体作战水平。在为期3天的海上考核中，考核组随机导条敌情险情，设置复杂战场环境，参考官兵先后完成主副炮射击、零检拿捕、对前搜索与攻击等多个实战化科目考核，设置逼真战术背景，强化自主对抗，把敌情设难，环境设险，对手设强，通过真打实抗，全面考验了我们指挥员的战术思维、自主决策能力和舰艇整体作战水平。除了海面舰艇以外，海军舰载机部队的发展也备受国人关注。去年12月30号上午，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在2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跨黄海、东海，并经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多个海域，进行多个课题综合演练、互为条件对抗训练。在西太平洋，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域，贴近实战检验编队作战能力，多次组织对空、对潜等分域作战训练科目，歼15舰载战斗机岛链外跨昼夜连续训练和战术飞行，进一步锤炼作战筹划、指挥控制、体系构建、兵力协同和综合保障能力，有效提升了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此次远海训练，我们在太平洋多个海域进行了多个科目的实战化训练，全程坚持以战领训、实战实训，用体系、练体系，有效提升了航母编队远海实战化能力水平。海军拉开新年度开训大幕，从国产航母到万吨级驱逐舰，在海上进行训练的众多舰艇中，很多都是近年才新建入役的。请教一下张先生，据您了解，海军是如何做到让新式舰艇快速形成战力的？我觉得呢，主要有这么3个方面的举措。第一个呢，就是把这个装备的建设和人员的培训2个融合在一起推进。我们知道海军的这个装备的建设，特别是一些大型舰艇的这种建设，它的周期是很长的如果说按部就班的在这个武器平台都已经建设好之后，下水服役之后我们的舰员才上舰开始培训，那么周期是非常长的。所以我们现在一般采取的办法，就是在这个舰艇它的基本的建造工作完成之后，我们的艇员就提前上舰，和这个军工企业的这个建造人员一起来熟悉这个舰艇的基本的构造、它的性能等等。那么这样的话，等舰艇入役之后，我们马上可以进行一些基于实战的训练它的战斗力生成的周期会进一步的减少。那么第2个方面呢，就是在进行一些这个训练模式的探索和创新。那么第3个呢，就是新舰
尽快的投入实战化的这种训练。那么这些年呢，我们的新装备啊，一旦入役，马上就投入实战化的训练啊，有的时候就直接拉出去啊，执行一些远海的作战任务，比如说护航这样的一些行动的这种任务。那么这样的话让这些新的装备和新的舰员在实战化训练当中在执行具体的任务当中不断的得到锤炼，那么它的战斗力生成也会进一步的加速。